深窟万里江是一家婚礼顾问公司的社长，事业一帆风顺，家庭生活却索然无味。丈夫优作是个不知名的漫画家，每天就是喝酒消磨时间。儿子顺基即将高3毕业，现在正处于叛逆期，早饭没做就会抱怨，做了他又不吃。万里江无奈留下1000块钱出门，上班前叮嘱优作今天要待在家，下午1点有师傅来修剪树木。顺基拿了钱却没去学校，转身上楼。在下属和外人眼里，万里江是个能干的女强人，无论客户多挑剔，她总能精确把握需求。业界甚至传言，由万里江公司策划的婚礼都不会离婚。优作却因为偷跑去按摩店，让师傅白跑了一趟，还得白白付上门费。晚上万里江责问优作，连家门都应不好。优作辩解说只是出去散步，还说顺基在家。这时顺基翘课的事也曝光了，争执的焦点变成了为何顺基会翘课。优作既然不关心也不过问，万里江叫来顺基谈心，老师说他已经2天没去上课，这是冲刺大学的关键时期。顺基却把怒气转向父亲，说优作下午去了按摩店，说完便出门了，留优作单独面对万里江解释按摩店的事。事实上两人已各自睡各的房，优作被嫌弃睡觉太吵，所以常在沙发上睡觉，导致浑身疼痛，这让万里江哭笑不得。下属们不理解为什么万里江不离婚，尽管作为婚礼公司的社长离婚会影响公司形象，媒体也塑造了他事业家庭2得意的形象，但万里江并不认为这些是离婚的障碍，他只是觉得太麻烦，转移了话题，吐槽智之虽是婚礼顾问却害怕结婚。其实智之对婚姻生活缺乏信心，觉得有些人不结婚反而能维持良好关系，恰好男友就是这样的。万里江觉得这可能是被自己每天抱怨老公害的，接着又开始吐槽起优作的种种不是。顺基逃课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偷偷去参加偶像团体的选秀，结果第1轮就被淘汰了。看着网络上的嘲笑评论，顺基心情变得更加低落，如果去了学校可能更没面子。万里江看了选秀节目，决定直接和顺基摊牌，提起自己早年找工作的经历，也是无数次在第1轮就被淘汰，但当时决心要进入婚礼行业，花了几年时间终于找到了工作，10年后甚至有2家之前面试的公司回头来挖角，但顺基只回了一句等不了10年，然后又一个人上楼去了。不过第2天还是乖乖的回到学校。优作向自己的漫画编辑室门抱怨，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失败。当年与万里江相遇是因为师门组织的一次聚餐，所以画不出漫画也怪师门，只有在严苛的环境中才有创作灵感。可现在泡在名为婚姻的温水澡里，丧失了所有创作欲望。师门直言不讳地指出，这都是优作借口的表现，单身时可以把任何题材画成漫画，结婚后应该能开启新世界的大门，但现在却总是抱怨外界环境，什么事都归咎于别人。优作觉得万里江只是需要一个已婚者的身份，营造出事业与家庭兼顾的幸福形象，对象是谁并不重要。师门建议索性离婚，优作反而犹豫了。师门觉得可以把离婚前的生活画成漫画，既然不能放弃做漫画家，不如把这次机会当做一个转折点。但优作觉得仅为此离婚太荒唐。转眼万里江已经下班回家，感慨师门可能是唯一还关心优作的人。闲聊间电话突然响起，万里江的父亲山神达南此刻正在老家的警局待处理，原因是有人报了警，老山一个人在深夜在山西的吊桥上站了几个小时，警方怀疑他有轻生的念头。万里江推测，这可能是因为2年前父母晚年离婚，其母知道后却视若平常，知道这是老山惯用的手段，他不会真的去死。至于复合，那是不可能的。离婚后的生活每天都很愉快，但他却告诫万里江不要离婚，否则优作无法独立生活。母亲还透露，老山的一位老朋友半年前因脑卒中去世，他们本来打算退休后长聚，现在只剩下老山一人。由于老山的到来，家中久违地焕发了生活气息，家人很久未曾一同坐下共享一顿热腾腾的饭菜，厨房终于派上了用场。优作特意没有喝酒，准备一会儿送岳父回家，但实际上老山已经无家可归，他租住的公寓上个月已经退租，家中的东西也都处理掉了，只剩下一袋衣服。顺基建议干脆让外公直接住下来，但优作却不同意，因为万里江之前拒绝与婆婆同住，2人因此翻起了陈年旧账。这时老山毫不客气地说，当年这房子的首付是他出的，这话立刻堵住了优作的嘴，当年还说要还钱，现在却1分钱也没还。万里江也体会到了母亲想离婚的心情，父亲总是把800年前的旧事拿出来说，每次回去总是抱怨母亲的种种不是，完全不顾母亲的感受，大家都放弃了沟通，最终导致了晚年离婚的局面。顺基还顺势插了一刀，在这点上优作也是毫不让步。之前万里江的同事来访时，优作也是抱怨各种不好，矛盾的焦点再次回到了万里江和优作身上。顺基站起身不想再插手，并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外公睡。老山看到这一幕也失去了兴趣，决定明天就去找朋友求助。本是欢聚的晚餐，结果却不欢而散。优作看到老丈人独自下棋，主动提出要陪同下2局。万里江看到这一幕，难得露出了一丝欣慰。虽然每天都有无穷无尽的烦心事，还有很多让人气愤的事情，但此刻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不离婚。第2天，优作突然改变了之前的颓废状态，主动开始清理昨晚的酒瓶，原本平静的家突然显得不同了。万里江也难得哼着小曲去上班，但转头优作就开始找老丈人抱怨，
为什么用自己最喜欢的杯子来刷牙？老丈人坚决回应，这个杯子原本就是万里江擅自拿的。丈婿两人又开始争执。顺基看到同学发来的消息，羡慕他不需要考大学，回复说可能会放弃通过推荐进入大学。万里江想要过上安心的日子，看来还早得很。转眼老山已经在家里住了5天，家务活也是他一手包办，做得很积极。但这让万里江感到不安。以前老山来家里从不愿意借住，总是会提前订好附近的酒店，部下们都觉得这样挺好，毕竟家庭劳动也有其价值。但在老一辈人眼中，家务活应该是女人做的，老山也不例外。这次却出乎意料的积极，这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可疑。晚饭时，顺基宣布，经过与外公的讨论后，决定放弃通过推荐进入大学，而是打算通过考试争取进入更好的学校，目标是考入和外公一样的应庆大学。这让万里江感到头疼，毕竟顺基一直没有准备考试，如果最终需要重考，那么补习班的费用又是一大笔开支。万里江知道这是因为推荐入学考试即将到来，顺基对未来感到迷茫，推甄的道路是否是个好选择，他心中毫无把握，只能勉强做出这个决定。只要顺基同意走推甄这条路，以后不会干预儿子的任何决定，这对他而言极具吸引力。顺基走进了舞蹈工作室，跳了最后一支舞，准备告别。又一对新人顺利完成了婚礼，新郎是来自单亲家庭，只有母亲。万里江观礼时感同身受，深刻感受到做母亲的不易，志之也被深深触动。原本新郎并不想办婚礼，但办了婚礼后，他觉得非常高兴。舞室的同伴们得知此事，顺基将来打算进入父母希望的学校，毕业后找一家不错的公司，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决定让人觉得不像是顺基会做的，但顺基看着父亲作为漫画家的生活，知道靠才华生活的世界是多么艰难。老山将优作近3天的行动记录告知万里江，优作每天都是中午才起床，然后游手好闲，饮酒打游戏。万里江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一切，了解漫画家工作的特殊性，老山却不理解这一点。万里江竟然能忍受优作这样10几年，优作每天都在无所事事，顺基也无法忍受父亲的颓废。老山又开始提起过去的旧事，感慨如果当初万里江选择和飞行员在一起该多好。此时优作正在房间修理遥控车，为了明天和隔壁小学生贤雄的比赛做准备。其实母亲当年也希望万里江和飞行员拓野结婚，但父母的一致期望反让万里江感到压力重重，最终与拓野分手，也宣称是自己甩了拓野。虽然和优作的交往有些冲动，但万里江反而觉得更轻松。母产明白优作的与众不同，很理解万里江的感受。世门知道优作正处在困境中，但仍然看好优作的潜力，建议干脆把与老丈人的共同生活画成漫画。如果负面情绪能激发优作的创作灵感，那这个题材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婆媳问题已经非常常见，但优作相信与老丈人的共同生活不会持续太久，因此没有同意。这天老山一大早就出门了，万里江意外地发现了家里的招聘杂志，以为优作终于打算找工作了，但实际上是老山在面试保安的工作。而万里江则是意外地从老邻居那里得知，老山和他的同期朋友投资失败了，之前总是戏弄顺基的力量，又来找顺基。他想去他家看看作为漫画家的父亲。优作虽然表面上拒绝了，但还是开始尝试着画出老丈人的漫画形象。晚上顺基提起了同学力量，他对漫画家的父亲很感兴趣，想来家里玩。优作误以为儿子要带女朋友回家，老山甚至以为是未来可能要结婚的对象。万里江不理解，既然不是交往对象，为什么要带到家里？但优作猜测肯定是对他有意思，在自己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带女生回家，但现在的孩子若是交往，都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同。时代真的变了，以前谈恋爱不管旁人多么反对，都会坚持到底。老山这突然的一系列动作，也让长期忍耐的优作直言，自己最初并不是自愿结婚的，都是因为万里江一直催婚。这番话一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岳父和女婿之间长期积压的不满终于爆发。优作厌恶老山的各种行为，还因为他赖着不走而生气。老山则厌恶优作整日无所事事，对女儿的遭遇感到心疼。万里江夹在中间尝试调解，但优作仍然不依不饶，直言只要老山能离开，愿意包揽家里所有的洗衣做饭等家务。但老山对此并不信任，他留下的决心异常坚定，这让万里江感觉到事态严重，于是把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消息说了出来。原来老山和他的老朋友宫岛一起投资失败，此时已经身无分文。优作趁机嘲笑老丈人，原来赖在这里不走是因为没钱了，明明已经无路可退还这么固执，被废柴嘲笑，让老山顿时觉得很没面子，当场负气离家，喊都喊不住。万里江只好默默跟在老山身后，直到路过一家串烧店。老山说当初对投资的事并没兴趣，但是架不住宫岛的热情就跟投了。其实退休生活也让老山觉得不安，不知不觉中变得比宫岛还投入。等发现是诈骗，为时已晚。虽然宫岛很愧疚，拼命道歉，最终还是疏远不再联系。久违的再次联系，却被通知丧礼的事。老山最痛苦的不是钱没了，而是与好友以这种方式永别。自己也很后悔当初听信了投资公司，但万里江没有责怪老山，反而庆幸父亲还好好活着。当初接到警察的电话，其实十分担心。万里江也坦言，优作看上去确实不靠谱，但自己没觉得一定要靠男人赚钱，现在的薪水完全养得起一家人。随后还列举出优作乐于助人的种种优点。回到家后，万里江与优作商量，
老山会继续住一阵，等有了工作后就会去找房子，这让万里江万分后悔。在串烧店替优作说一堆好话，老山依旧悄悄记录着优作的行动，而优作也暗自观察老山，画下老丈人滑稽的形象。万里江仍然下定决心要养活家里的男人们，不过要迎来安稳的日子，看样子有得等了。老山成功得到工地保安的兼职工作，第一天上班的优秀表现让同事阿雄很欣赏，重新拥有工作的老山非常得意，还说起阿雄与优作年纪差不多，为了养家同时在打3份工，话里处处都是针对优作。不过万里江很担心，毕竟父亲是一路坐办公室到退休的，现在这么辛苦的体力活能不能持续下去？同事们都觉得老山能找到工作是件好事，希望这能激励优作做出一些改变。此时优作偷偷来到老山的工作地点，暗中观察老丈人的每一个动作，想从中获取漫画的灵感。顺基按照约定带着丽良来到家里玩，优作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客厅里闲逛，而是关在房间里创作新的漫画，这让顺基感到意外。丽良希望成为漫画家，所以特意想见一见优作，他还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希望优作能给出一些建议。优作晚上正好和土门约好讨论新作品，于是就答应把丽良的稿件交给专业编辑看看。万里江从儿子那里得知优作正在准备新的作品，本能的选择不相信。老山的工作也进展得非常顺利，阿雄竟然是他的老乡，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老山听说优作要开始工作，也选择不相信，毕竟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工作，家人们早已不再期待。优作晚上回家之后，万里江借机询问新作品的事，知道是真的后非常高兴，但当得知新作品的题材是关于与老丈人同住的故事，万里江担心这样瞒着不太合适，但如果老山知道了肯定会反对，于是决定亲自介入调解。顺基没想到丽良真的想成为漫画家，他也不想像他一样去上大学，虽然父母表面上支持，但实际上希望他能先上大学，这让丽良觉得父母实际上并不支持他的梦想。万里江注意到小光的婚礼宾客名单上，新娘父亲一览为空，原来是因为婚礼的事情，父女俩吵得很厉害，结果女儿结婚的时候父亲没能到场，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万里江提出要去拜访伯父。优作的新漫画题材果然遭到了老山的反对，他认为这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说他的坏话。但优作终于在11年后重新开始创作，万里江不愿轻言放弃，顺基旁边帮忙劝说外公，老山仍然不愿意妥协。新漫画的主题是土门的想法，万里江希望老山至少见土门一面后再做决定，否则就辜负了人家的好意，那样以后都无颜见人。土门也迎合他的喜好，特地选择了老山喜爱的鳗鱼饭，并阐释了新作品的创作初衷，目的是为了逗乐读者，让读者感到共鸣。万里江也做出保证，如果有任何不妥的内容，土门作为编辑也会负责审核。两人苦口婆心，老山却只顾低头吃饭，看着饭盒快吃完也不吭声。其实老山心里明白，万里江非常希望推动优作的新作品，出于对女儿的幸福考虑，最终还是同意了。万里江亲自去小光家拜访，实际上小光的父亲浅田并不反对婚礼，只是不愿参加那种喧闹的派对。父女俩争执的焦点是婚礼是否在教堂进行。浅田虽然理解年轻人不喜欢正式的仪式，但按照乡村的习俗，婚礼应该隆重举行。万里江敏感地察觉到，老父亲其实只是想陪女儿走一次红毯。浅田听后的表情证明了万里江的猜想。万里江已经向小光提出了建议，婚礼上新人一起入场，改为父亲牵着女儿入场，然后交给新郎。几天前芝芝带着她妈妈突然去男友工作的地方拜访，康燕虽然表面笑着迎接，但那明显的失望一生都难忘。万里江作为经历过的人，非常理解芝芝的处境。优作原本也是决定不结婚不生子的，万里江又不想分手，最后决定冒险一试，如果1年内不结婚就分手，这就有了现在的家庭。老山之前虽然嘴硬，私底下却急着向阿雄炫耀女婿是位漫画家，新作品的主角还是他自己，这让阿雄非常羡慕，也希望能被画进去，这让老山更得意了。实际上优作的新漫画进展并不顺利，甚至与世门闹翻了，因为优作不打算再画和老山同住的故事，觉得即便画出来也没什么意思，这让万里江立刻着急了。之前为了让老山点头，可是费了不少劲，优作认为没人愿意付钱看大叔和老头斗嘴，万里江说再多也没用，两个人甚至闹到了要绝交的地步。如果连世门都放弃优作，那意味着优作的漫画家生涯可能就此结束，毕竟已经有10几年未画。世门是唯一一个还看好优作并持续邀请他投稿的编辑，但优作似乎并不在意，气得万里江气愤地离开了。但万里江还是约了土门当面为优作道歉。实际上世门并没有打算放弃优作，提出绝交的是优作自己。世门很了解优作的性格，只是一时冲动，但万里江很清楚优作一定说了伤人的话。世门之前为了说服老山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些优作都不知情，还总是说是世门坚持要这个题材，这让万里江为优作感到尴尬。但世门并不在意这些，这次的项目并不是不可行。昨天见面时，优作带来了分镜稿，土门看后觉得很有可能，便夸赞开头做得很好，这却让优作不高兴。聊了一会儿才发现，通常这么长时间不作画，遇到任何工作机会都会抓住，但优作却不同。世门也鼓励万里江不要轻言放弃，这次至少确认了优作对漫画还有热情，只要找到其他合适的题材，优作肯定会再次拿起画笔的。
他们决定继续一起支持优作，帮他重振旗鼓。智之思考了整整一晚，决定不再迁就男友的一切要求，不再自欺欺人的说不想结婚。他鼓起勇气，用了万里江的方法，如果年内不结婚就分手。如果这样做让他将来不幸福，但万里江对此很有信心。接下来就是男女关系中的拉锯战，土门也主动找上门来向优作示好，还提出了一个新的项目，想要一起探讨。优作虽然话语尖锐，但还是让土门进了门。很快，万里江就听说他们和解了。有了世门这个强大的支持者，万里江的希望再次被点燃。老山工作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在工地上和阿雄发生了争执。顺基在推甄面试中干脆不再表演，直接坦白自己来这里只是走了父母为他铺设的道路。看来万里江的美好日子还遥遥无期。万里江的最新访谈刚刚发表，他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形象，让他的部下们非常敬佩。毕竟他既要养家又要育儿，优作的事情已经让他够操心的。幸运的是，顺基可以通过推甄入学，这样他至少不用再为儿子担忧。此时万里江还不知道，顺基因为在推甄面试中保持真实，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老山和阿雄吵架后，开始故意疏远对方。世门借查看丽良的稿子之机，向优作介绍了小沙。小沙和他的父亲都是优作漫画的粉丝，面对小沙的阿谀奉承，优作只觉得这太离谱了，认为这是世门故意捉弄自己的。老山和阿雄吵架后，最近都是下班后直接回家，这引起了万里江的注意。两人吵架的原因，只是因为阿雄总想实行 AA 制，这让老山觉得在乡下后辈面前很没面子。而在优作这边，在酒过三巡后，终于被小沙的热情感染，开始感到飘飘然。两人互换了联系方式。从万里江对老山的了解来看，即便遭遇了欺诈，他应该不会真的一贫如洗，不至于不得不去打工，而是选择去女儿家住，大多是因为感到孤独。这时，万里江接到了学校老师的电话，优作与小沙开始频繁交流，甚至为他设置了特别的铃声。两人交谈甚欢。顺基突然提前回家，优作感到有些心虚。为了与小沙沟通更流畅，优作考虑换一部智能手机，这会让拍照和视频更便捷。尽管他之前坚持使用折叠手机，那人正是优作自己。这时，小沙的来电铃声响了，优作心虚的上楼接电话，这让顺基感到有些不寻常。万里江也从学校老师那了解到，顺基在面试中表现挑衅，结果没有通过推甄面试。老师对此很生气，认为这是浪费了一个机会。顺基坚称自己只是诚实表达，他的诚实是按照万里江的教育，这种表面顺从实则反抗的态度，使万里江更加愤怒。推甄失败了，家里也没钱让他重新考试。顺基却出人意料的说出了惊人之语。顺基之前打扫房间时，不经意间发现了老山的存折，焦点立刻转移，没想到老山一直在隐瞒财物，却又不情愿的掏钱。优作迅速打情感牌，毕竟他能住在家里，是因为可爱的外孙让出了自己的房间。优作却因心虚而不敢接电话。顺基又一次说出令人吃惊的话，来电的是一个年轻女性。之前优作还想换智能手机，现在焦点变成了优作可能有外遇。接着三个男人开始大打出手，互相揭露对方的短处。此时万里江感到非常头疼。世门读完了丽良的漫画，画工超出了我的预期，故事进展也挺不错，但感觉像是拼凑其他漫画的场景。优作却无心去谈这个，因为被世门介绍的小沙现在被家里人怀疑有外遇，头疼得很。顺基开始试探性的询问，想知道丽良是不是喜欢自己，最后发现丽良只将自己视为好朋友，这让顺基彻底崩溃。最近智之对结婚的态度突然大变，康燕猜测是万里江在暗中操控，希望万里江不要过多干预。关于推甄落选的事情再多说也没用，万里江决定不再纠结这件事。现在还有3个月的时间，顺基还可以努力争取应届入学，如果尽力了还是考不上，就支持他重考，前提是他必须真心努力学习。但顺基已经决定不再读大学，要自己做主自己的人生。厌倦了父母总是命令式的教育，杂志上总说事业和家庭可以兼顾，但顺基觉得在育儿上，母亲只做了最基本的事，这让万里江无言以对。因为婚礼策划师的特殊工作性质，从未在周末有空好好参加过儿子的学校活动，选择这里买房也是因为离外公外婆近，方便他们帮忙照看孩子。而万里江总是将工作放在首位，母子俩最终争吵不欢而散。顺基的反抗言论深深地伤了万里江的心。优作改变了以往轻浮的态度来安慰万里江，坦诚自己在结婚前也不理解父母的辛苦。那么顺基这个年纪也难以理解成年人的困难，但万里江自知在育儿上确实只做到了最基本，这话确实难以反驳。这让优作开始反思，自己从未真正好好照顾过儿子，甚至在顺基出生时还外出喝酒，都是万里江一手带大儿子。但每当万里江不在，优作都会录下学校活动的视频，让万里江看到顺基努力的情形，这让万里江的罪恶感稍有缓解。趁着气氛稍缓的时候，优作向万里江解释了与小沙的关系，并得到了万里江的理解。万里江相信优作不会做出那种事。重新观看顺基小学运动会的录像，短跑第一的小顺基面带不悦，因为母亲未能到场，这让万里江泣不成声。早晨出门前，顺基向母亲主动道歉，并坦白自己刚失恋，因此心情烦躁，决定升学的事还需要时间思考。老山也主动向阿雄示好，约定下班后一起喝酒。
小慧作为母亲坦言，被孩子责怪可能是父母的宿命，多说就被嫌弃管太多，不说又被嫌不关心，与孩子的相处像河中的石头，最初充满棱角，随着河水流动不断碰撞，这场激流持续的时间出乎预料的长。志之出差回来，立即为康燕的失礼向万里江道歉，这让万里江确认康燕的诚意，否则不会特地来公司，劝志之要自信，不要总是被人牵着走。康燕也主动承认错误，坦白自己不想分手。这一次志之坚持立场，没有轻易妥协，既然不分手，那就结婚。提及结婚，康燕又陷入沉默，志之也不急，愿意给对方时间慢慢考虑。与此同时，万里江的得力助手师导正在正式准备坦白长期隐瞒的事情。师导明白办公室恋情可能降低工作效率，并坦诚上班时常走神，因此已决定辞职。家中风波不断，公司也风起云涌，看来好日子还遥遥无期。师导因酒后失态被万里江送回家，这让全家人都知道了师导因爱情苦恼，甚至准备主动辞职的事情。万里江非常重视这位得力助手，过去是殡仪师，5年前优作的父亲葬礼就是师导负责的，后来被万里江挖到了公司。虽然志之已经有男朋友，但他最近因为结婚问题与康燕关系紧张，因此师导觉得自己理论上还有机会。老山一听这事，自诩在办公室恋情上很有经验，曾在公司撮合过3对办公室恋情，这给了师导一线希望，立刻表示要拜师。老山提出的条件是，如果没戏也不能辞职。看到师导这么积极，万里江本想劝阻一下，但老山对此很有信心，只需观察2人相处，就能判断是否有戏。每年这个时候，老山都会去朋友家山里采菇，刚好可以借此机会做一顿菇菜，顺便邀请公司同事到家中共进晚餐，这样就可以趁机观察师导和志之的相处情况。其实采菇只是个借口，老山打算买现成的菇来凑数。顺基开始故意疏远丽良，想了解稿子评价，只能直接去找优作询问，显然是想表现好继续留在家里。明明有700万存款，却一直不搬家。顺基还抱怨不能和外公一起睡，不止呼噜声大，夜里还要起来上厕所，早上起得也早，根本睡不了个安稳觉。但万里江不放心让老山一个人住，康燕整理行李，准备暂时搬到朋友家住，借此机会好好考虑未来的事情。丽良说到做到，直接找优作对峙，知道了真正的评价后非常伤心。优作为了安抚丽良，只好违心说些好听的话。很快大家都聚集起来，餐桌上老山不停讲述女儿婚礼的事，让万里江感到无语。优作趁机询问志之的婚礼计划，志之把康燕搬出去的事告诉了大家，他对2人的未来已经失去信心。看着志之失落的面容，师导在一旁给他安慰。老山最后认为师导和志之没有可能，建议他还是集中精力工作，同时也看出顺基和丽良之间不会有结果。这时优作突然拿出一堆租房资料，准备让人搬家。他感人的理由越来越荒唐，都是因为老山来了，导致小秋开始咬人，还在沙发上尿尿。实际上优作只是不想被人指手画脚。老山最后只能和女儿睡在一个房间。万里江仍然很关心师导的事，其实老山从一开始就打算说这段感情没戏，对顺基的情况也是一样，这样做都是为了让万里江能放心。师导如果死心，就能更好的工作，顺基也能更专注于学业。但万里江并没有对师导隐瞒，反而告诉他老山的真实想法，还说自己其实是看好他们的，这反倒让师导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万里江接到一个名叫安乃的女人打来的电话，安乃是一家小酒馆的老板娘，她和老山曾经同住了半年，这让万里江非常吃惊。原来父亲还有没告诉自己的事。老山是在扫完宫岛树的墓之后，在一家小酒馆偶然遇到安乃，2人一见钟情。老山当时正好无处可去，就搬到安乃家住了半年。虽然2人没有明说关系，但老山对这段关系很认真，这让万里江哑然失笑。而优作却非常羡慕，觉得偶遇小酒馆老板娘并同居，简直是男人的梦想。后来老山无意中看到安乃和一个男人走进饭店，心灰意冷后独自一人走进山里，但他没有勇气自杀，最终这样结束了。之后他被带回了警局，然后由万里江接回家，一直住到现在。这次安乃打电话过来，只是为了告诉万里江，老山还有些行李遗留在那里。优作找到了土门，决定重新开始画与老丈人同住的故事。现在自己有把握可以画得很有趣，之前还在想尽办法赶走老丈人，现在知道老山和小酒馆老板娘曾同居，居然就灵感迸发了，师门也没理由拦着。优作打算取回老丈人的行李，就当是为漫画取材，这也意味着需要老山继续住在家里。万里江自然是乐见其成的。实际上安乃出轨的事完全是误会，那次只是送个店里的常客到饭店而已。老山拉下的行李有墨镜和皮衣，但最重要的是一本关于万里江的简报。但是老山知道安乃的事是个误会后，开始赶紧收拾行李，反正女婿和外孙都嫌弃自己。此时安乃已经等在门外，老山更是仿佛打了鸡血一样，不管万里江如何阻拦，老山都非走不可。万里江担心老山又被抛弃，但老山觉得自己希望很大，小酒馆老板娘还是哈雷骑手，这些要素属实让优作美目不已，而老山自己的恋情却断言希望很大，这让万里江再次崩溃。转眼老山已经离家3天，万里江一家的生活又恢复如初，优作和顺基都久违的睡了个好觉，小秋似乎也变得活泼了。对于老山重新焕发第2春，母亲老美却很淡定，毕竟都已离婚2年。
这下总算可以放心的去看外孙。优作家祖传的和果子店被弟弟迁作继承，顺基应邀来到店里帮忙，却展现出意外的天赋和热情。由于老山的离去，优作的新作品计划再次搁浅。康彦搬出去后，至今杳无音讯，志之都已经放弃一半了。万里江建议干脆把另一半希望放在寻找新对象上，而新对象的建议标准都直指师导。其实顺基从小就有成为火果子师傅的梦想，于是千座提议顺基来继承家里祖传的店。这一提议遭到优作强烈反对，认为顺基只是借机逃避升学，而万里江这次却没有直接反对。实际上顺基在小学作文就写过，长大后想成为和果子师傅。关于继承家族的店铺，顺基自己也不是很确定，但他确实对和果子很感兴趣。优作担心顺基只是一时兴起，不久前还想成为偶像出道，这次毕竟是家族传承的店铺，如果半途而废会感到非常愧疚。万里江则持开放态度，静待观察顺基的热情持久度。力良非常看好顺基成为和果子师傅，没想到他会选择祖辈铺好的道路。和父亲相比，顺基更加欣赏他的叔叔千座。千座性格谨慎，脚踏实地，随遇而安，他是个豁达的人。这一天，老美意外来访看望外孙，优作对姑姑表现得特别热情。得知他今晚要留宿，他特意拿出全新的枕头和被褥，看着优作打游戏。老美回忆起顺基以前常来外婆家，现在虽然离婚后住得近了，但顺基却很少来看望外婆，甚至连压岁钱都是通过转账的。万里江终于明白优作为何区别对待丈母娘，但优作每年也都会用心画贺卡作为礼物。今天智之主动提出聚餐，由于母亲来访，万里江需要赶回家，临走前还特别嘱咐李奈，让他好好观察师导和智之的相处，回来后要向自己汇报。康彦看着店里准备婚礼的客人，不由得想起了智之。店长作为经验丰富的人士告诉他，婚姻虽像围城，实际上并不那么可怕，提醒他继续这样下去可能会失去女友。师导趁着聚餐后与智之独处时，直接向他表白了。智之坦白自己非常喜欢康彦，难以轻易忘记。由于放学后迟迟未归，顺基在和果子店里帮忙，甚至有了继承店铺的打算。被老美知道后，他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万里将让顺基疏远自己。祖孙之间的亲近感已经不如以前，继承这样重要的和果子店，连商量都不和我商量。老美说只要不接手那家店，他愿意出钱供我去补习班重考。这已经不是老美第一次反对了。心情沮丧的老美夜里就回了家，万里江只好借送药的机会好好安慰一下妈妈。康彦偷偷藏在家里，给智之一个惊喜，看到男友还记得回来，智之心里也稍微安心了一点。在优作的鼓励下，顺基向外婆道歉。万里江发现自己高中以前用的毯子还在，老美说顺基每次来也要用这条毯子，不用这条毯子他就睡不着，每次都很想回家，但每当万里江太忙没时间带孩子，顺基就坚持要留下来。力良特地来到店里，要买顺基亲手做的和果子，他想成为顺基的第一个客人。阿雄突然来找万里江，老山因为和岸乃对退休生活的看法不同，两人大吵一架后分手了。老山觉得没脸面对大家，现在正住在胶囊旅馆，万里江只能再次去接老山回家。这个家真的没一天安静，故事继续紧张刺激。老山走了，老美又来了。万里江既是母亲又是女儿，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得不到妈妈的理解，也得不到儿子的理解。在阿雄的陪同下，万里江又接回了父亲。老山知道自己错了，面对家人态度变得很谦卑。老山第二春之所以这么快就结束，还是因为对养老生活的不安。本来想复合是为了晚年有个依靠，但实际上岸乃根本不考虑养老，最后一拍两散，老山再次被抛弃，只能回女儿家住。说到这里，优作也不好再拒绝。经历这么多的老山似乎明白了，只有家人是最终的归宿。自从老山回家以后，优作对老山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两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争吵不休，老山开始表现出更多的体贴。林奈担忧这种和谐可能无法长久。智之顺势透露康彦已经回家，但婚姻问题仍未有明确答案。顺基仍在店内帮忙，看到老店有年轻人加入，让常客们感到很放心。这时一位男士走进店里，博对接手和果子店的事表示支持。老山展现出支持的姿态，这让优作感到意外。顺基提到今天有经纪人来找他们想组建一个以甜点师为主题的偶像团体，需要像顺基这样专注于火果子的年轻人。于是顺基动了做和果子师和偶像双重身份的念头，遭到万里江的反对。从小到大一心多用，从未有好结果。在万里江坚决反对下，顺基只好妥协，放弃成为偶像。师导向万里江透露自己表白失败的事，决心专心工作，希望未来能参与策划智之的婚礼。同时提出了一个建议，在阿雄的帮助下，老山得以重新回到工地工作。阿雄羡慕万里江家的热闹氛围，有什么说什么的热烈氛围，不像自己和老婆从不吵架，家里总是静悄悄的。万里江记起师导的建议，努力安排优作和康彦的会面，希望通过这次见面消除康彦对婚姻的恐惧。老美得知老山的情况，表现得很冷静，对于未来的养老计划毫无担忧。他已经选好养老院，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遗嘱。因为万里江需要照顾3个男人，他已经够辛苦的了。优作和康彦见面后，没有过多强调结婚的好处。作为有经验的人，他能理解康彦的担忧。康彦担心婚后失去单身时的自由，优作的人生感悟获得店长的认同，当场决定开香槟庆祝。康彦其实不是抱着利用的心态，
他真心喜欢智之。世门对老山回家感到高兴，这意味着优作的漫画又找到了出路。现在的老山完全变了一个人，丈婿俩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对立。优作认为已经没有能绘成漫画的素材了，不明白世门为何一直看好这个方向。世门感觉到优作真的想要放弃漫画，马上表示以后不会再来打扰。力良一边准备考试一边仍在绘画漫画，他还打算投稿参加新人奖。顺基也正式拒绝了当偶像，当初想争取时遭人不屑，决定放弃时反而有人主动来找。万里江跟优作讨论老山一直住在家里的事，没想到优作不但没有反对，还愿意让出自己的工作室，反正已经决定不做漫画家了，这让万里江感到非常意外。优作认为自己从未正式退出，这让万里江和世门总抱着希望。其实这么多年来，优作不工作，万里江也不在意，但听说不画漫画了却受到很大打击，可能内心深处始终抱有希望。现在希望破灭了，今晚只有丈婿两人在家。老山主动邀请优作出去喝一杯，万里江找到世门，希望能为优作再争取一次。其实世门也很不甘心，毕竟之前他们约定要一起鼓励优作振作，但世门也面临来自编辑部的压力，编辑部一直要求他们发掘新人，不要在无法绘画的漫画家身上浪费时间。之前为了激励优作做了很多努力，优作还是选择了放弃。世门也不想继续逼迫优作了。老山为了女儿的幸福不再难过，希望优作能主动提出离婚，但老山也明白万里江不会主动提离婚，身家面临的最大危机迫在眉睫。因为老山的请求优作主动提离婚，但这最终导致优作离家出走。阿雄认为父母不应该干涉夫妻间的事，实际上老山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激励优作改变，并不是真心希望他们离婚，只是担心事与愿违。第二天万里江回家发现优作不在，老山才吞吞吐吐地说出劝离婚的事，这又让万里江感到无语，最后只找到被小秋玩坏的字条。万里江打算主动联系优作，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小慧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建议这时候最好不要去找，让优作自己安静一下。智之很高兴看到康燕在与优作见面后似乎变了一个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听说智之的母亲要来访，康燕甚至主动提议一起吃饭。顺基从老美家回来带回了爆炸性的新闻，外婆家出现了一个陌生大叔，疑似是她的男朋友。老山听后立刻感到紧张，不停地询问那个人的情况，看到他们的合照后更是嫉妒的不行，断定那个老头一定是想贪图财产。老美解释说阿仁只是他的绘画老师，他们只是朋友。但老山听得越来越心急，接着老美也爆出一条重磅新闻，原来顺基是和力量一起来的，他们正在交往。万里江担心因为谈恋爱导致顺基会分心不好好学做核果子，担心他会两头忙最后一无所获，母子俩又开始争论。万里江并不是要他们分手，只是觉得现在都在关键时期，至少要等到高考结束后再出去玩。力良反而表扬万里江，说如果是他的父母知道，肯定会让他们立刻分手。优作离家已经好几天了，万里江虽然很担心，但还是没有主动联系他。顺基对父亲离家并不太在意，对优作的感情更像是和一个奇怪的室友。康燕决定改变计划，打算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建筑师执照，还特意准备了礼物，让未来的岳母非常开心。这些变化让芝芝感到非常高兴。优作突然在和果子店买了12个甜馒头，但他暂时还没有打算回家。阿仁不仅画技高超，个性也风趣幽默，万里江从母亲的眼神中感受到了这一点。明显老美对阿仁很有意思，两人是在阿仁的画展上相遇的，至今已经认识1年了，现在每周都会见一次。其实那次遇见顺基是阿仁第一次来老美家，为了不让万里江担心，干脆直接让他们认识一下。万里江和优作结婚原因是因为觉得相处很舒服，老美当时根本不理解，但自从遇见阿仁之后，他开始渐渐明白了。万里江也为母亲感到开心。实际上优作在网咖留了几天后，就去了中学好友哲央家。优作每遇重大事情都会去找哲央商量，包括以前当漫画家和结婚，都听过哲央的建议。老美可能要迎来第二春，老山表现得很不高兴，担心老美碰到不好的人，明显不提过去却要面子，只说是为他好。万里江甚至认为老山这次推动离婚只是为了不让优作影响将来养老，这话让老山很受伤。幸好阿雄帮忙解释，虽然优作离家是为了考虑离婚，但其实优作知道自己没得选，毕竟多年来都是妻子养他，或许主动离婚是种报答。哲央觉得都是因为不画漫画，只要继续画就能解决问题，但优作11年来都没画出作品，他也不想再假装了。哲央却觉得太可惜，毕竟有个漫画家朋友挺骄傲的。老山离婚前总一直以为不管怎么任性妄为，老美都会跟定自己，直到阿仁出现，他才意识到已经失去老伴，感觉自微微被抛弃到宇宙边缘。看着这么失落的老山，万里江安慰说还有女儿在。优作决定今晚回家，万里江满心期待，准备下班后做顿美食。智之对康燕的改变感到不适，万里江回到家看到优作又开始画漫画，非常开心。这部新作品的名字叫做《没有被炉的家》。优作决定要和万里江离婚，故事的结局是他最后离开了家。只有这个题材，优作才有信心画得好，只要完成，家人和朋友们都会非常高兴。万里江坚决反对离婚，优作不理解为什么要和一个废柴一样的自己在一起。老山也改变了以前鼓励离婚的态度，开始劝他们和好，但这次优作已经决心要离婚，说什么也没用。几人之间的争论被优作用作漫画的素材，
记录在小本子上。优作甚至明说，如果万里江想离婚，身边没一个人会反对。因此，万里江先去找母亲商量。老美原本是最不赞同离婚的，但现在是优作主动提出。而老美作为经历过离婚的人，他的观念已经改变。康彦得知优作正在画关于离婚的故事，更是气愤不已。不久前他还在劝别人结婚，转眼自己却要离婚。部下们得知万里江将要离婚，全都表示支持。凭借万里江目前的成就，他肯定能找到更合适的人。恰好公司之前办的婚礼中，有一对夫妻开始离婚，就连小慧都同意离婚。如果离婚能帮优作完成新漫画，让对方因此幸福，那也算值得。最终正如优作所言，万里江身边没有人反对离婚，这让万里江非常受伤。但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段婚姻。世门看完优作的分镜稿后非常满意，但新漫画的代价是万里江的离婚，他实在无法支持优作继续画。老山这次的计谋反而让万里江对他冷淡了。阿雄好心劝老山不要总是固执己见，土门的出现让同事们的八卦心火热，觉得他们看起来更加般配。虽然作为编辑不应该这样说，但世门还是向万里江传授了一个能让优作放弃离婚念头的方法。首先就是要把离婚风波搞得很无聊，其次是避免因为离婚的事和优作发生争执，免得激发他的创作欲望。很快优作准备好离婚申请书，却遭到一家人的无视。第二天早上看到万里江还没填申请，老山甚至请求阿雄天天来吃晚饭。当着外人面优作肯定也不好老提离婚的事，表面上似乎起到作用。晚饭时阿雄与优作聊着钓鱼话题，可实际上阿雄的出现反而为优作增加灵感，创作出新的漫画人物。小光的婚礼已筹备多时，看到老家的南瓜被做成好吃的婚宴料理，非常满意。小光坦言为了婚礼筹备的事，与静有过好几次争吵，好在最后都一起克服了。趁着婚礼前，小光请教万里江，夫妻感情融洽的秘诀是什么？这问题让万里江一时语塞，只能先回答要想想，等婚礼时再回答。看到万里江现在这样，智之对结婚更没自信。蓝宝20年后还喜欢康彦，万里江却觉得现在与优作的感情不算单纯的喜欢，而是喜欢重视同志担心。这4种感情加起来占了34，剩下的14却说不清道不明。千作也来阻止哥哥离婚，却被优作一语道破，是担心继承人的问题。顺基却没心没肺的开玩笑，离婚后继续跟着优作就好了，当然不离婚才是最好的。不过千作的这番参与，让优作又为漫画增加了新素材。万里江觉得自己可能是过于执着，家庭和事业两不误的形象，所以才不愿离婚。万里江犹豫在，最终决定签字，毕竟让优作继续画漫画的心情胜过一切。自己也是那个最期待优作新作品的人。智之邀请世门参加晚上的尾牙餐会，届时万里将会进行现场签字。康彦也逐渐感觉到自己对结婚表现得越是积极，智之就表现得越冷淡。顺基本来对父母离婚持开放态度，但当优作提出要带走小秋时，顺基就不同意了。万里江最后还是签了字，同事们举杯庆祝。智之和岭奈还在跟世门和万里江搞好关系。岭奈觉得世门既帅气又幽默，智之甚至开始幻想两人将来的美好生活。世门赶来的时候，万里江已经回家了，桌上只留下被撕碎的离婚申请书。同事们对新生活的畅想，让万里江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优作其实是万里江的动力源泉，这让优作反而不知所措。但就是这样，什么都不做反而更难。世上只有一个优作，这也是万里江不想离婚的原因。但如果不离婚，优作就无法创作漫画。万里江不想让优作放弃，所以想到30年后再离婚的办法。工地新同事阿金自称3温暖达人，一年要去200家3温暖，几乎是为了3温暖工作。老山对这位新人完全没有好感，明明最爱3温暖，却说自己喜欢沙浴。经历了离婚风波后，深哭家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争吵。圣诞节即将来临，大家都有自己的节日愿望。顺基想要一件7万日元的羽绒服，优作希望获得家人的尊敬，老山希望有自己的房间。万里江想要的是，今天丈夫和父亲在家忙着大扫除。小光的婚礼按计划进行，新郎新娘为对方准备了惊喜。静一不喜欢甜食，小光特意做了辣味的蛋糕，静一则悄悄学会了法国号，在婚礼上亲自演奏。这温馨的一幕让万里江感动落泪。顺基希望优作能请世门帮忙，拿到力良最喜欢的漫画家的签名作为圣诞礼物。至于万里江想要的礼物，其实是希望优作能完成之前的漫画。康彦成功面试了一家建筑事务所，明年将正式入职。康彦的事业顺利，也让他终于下定决心向智之求婚。大家都为智之感到高兴。师岛在表面上看似平静，最后又一次喝醉，被万里江带回家。身为经验丰富的老山，清楚知道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新年，对于离婚后单身的人来说，是最凄凉的日子。师岛对这种感悟深有共鸣。万里江建议全家和师岛一起举办圣诞派对，甚至大方地让顺基邀请力良一起来。优作心里想着，如果智之顺利结婚，万里江就要履行给予奖励的承诺，很快来帮忙搞定签名，希望优作也能回赠一个圣诞礼物，就是那个之前差点完成的漫画原稿。但现在优作已经放弃了离婚的念头，漫画自然也没法继续画了。不管世门怎么请求，优作都不愿意修改结局，宁愿换一个全新的题材。下班后，阿雄和阿金又一起去喝酒，老山借口太累没去参加，实际上是因为老山不太喜欢这个新人阿金，觉得阿金说话轻浮，连制服都穿得不整齐。
还总聊一些自己跟不上的话题，甚至觉得阿雄都开始疏远自己了。万里江建议不如也邀请阿雄来圣诞派对，以此感谢他一直以来的照顾。优作在商场挑了一个便宜的电视作为礼物，就当是对志之结婚承诺的奖励。阿雄婉拒了老山的圣诞派对邀请，他要回家尝试老婆做的蛋糕，还要买礼物给儿子们。顺基临时改变主意，没带丽良回家，而是在地铁站里等候，知道会被责骂，所以只能心虚的打电话给优作，期待一个热闹的圣诞派对。最终只有4个人出席，实际上顺基是去了外婆家。看到气氛冷清，万里江赶紧公布送给老山的礼物，从今以后合适就是老山的私人空间，可以随意使用。而优作得到了新电视，将在工作室玩游戏，这样老山和优作都收到了礼物。万里江当然也没忘记儿子，悄悄买了顺基一直想要的价值7万日元的羽绒服。没想到顺基穿着外婆送的新羽绒服回来了，顺基还带来了一个重大消息，阿仁买了钻戒送给老美，这让人不禁胡思乱想。老山感到非常震惊，更令人心痛的是，老山意外发现阿金昨天其实是在阿雄家过的圣诞节，自己这么久都还没去过阿雄家，这让老山感到极为嫉妒。顺基在外婆家的时候，坚决地对老美说，他打算放弃升学，专心学习接管果子店。关于阿仁送戒指的事，老美坦白说没有结婚的打算，但他计划将来和阿仁同居。经历连番打击的老山忍不住了，决定一次任性的放纵自己。万里江还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家里的3个男人已经开始争先恐后的想要享受3温暖。刚被小酒馆老板娘抛弃的老山，现在连老美都有了新的伴侣，看来连一直依赖的阿雄也要失去。老山不甘心这样被人遗弃的晚年，希望所有的不快能随汗水一起流失，这也是他买3温暖的原因，同时也是想借此留住阿雄的心。毕竟新来的阿金对3温暖非常熟悉。万里江不理解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心态。优作看着3温暖，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笑点。万里江本来只是想陪优作一起笑，结果笑得停不下来，优作则是从中找到了灵感。3温暖最终成功吸引了阿雄，一家人也都得到了享受。土门特地来取漫画原稿，看到桌上的原稿，万里江忍不住开始翻阅。漫画中的家庭冲突和争执，让万里江回想起这段时间的种种。老山一来就是房子首付的争议，揭露老山无家可归的事实，优作和土门的决裂，顺基不想规规矩矩地上大学，老山追求自己的真爱，老美反对顺基接管果子店，优作放弃成为漫画家，优作提出离婚，万里江决定不离婚，老山买了3温暖。这些画面交织成了一个没有暖桌的家，但万里江觉得家中的争吵比暖桌更让这个家充满温暖。3个月后，优作的新漫画上架，虽然销量惨淡，但万里江还是感到很幸福。